陆野。这是我第一次见陆野，他是被关押在江城监狱的犯人，在所有犯人里，他的容貌身材格外突出。哦，还要继续脱吗？董老师，人家小黎设计师还没结婚呢。把手抬起来。45，转身。52。92。下一位，李姐，今天在监狱里调戏你那个犯人长得好帅啊，而且身材也很好。他要是不去当模特，真是可惜了。你呀，花痴可以，但脑子不能丢了。那可是犯人，万一是杀人犯，你小命还要不要了？那还是小命要紧。不过总监居然把监狱的订单交给你，这不是大材小用、纯恶心人吗？给监狱做衣服，我上我也行啊。别抱怨了，走吧。李姐，我和父跟我们总监搞到一起了，难怪总监老给你穿小鞋。他们今晚在酒吧庆祝生日，你赶紧去捉奸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苏小黎啊，既然被你看到了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你不孕不育，我不可能娶你的。沈佳明，我不孕不育，你因为这个，你要甩了我？苏小黎，认清现实吧，不会下蛋的母鸡是没有男人要的。二爷，我们都到齐了，就等您了。知道了。对不起。你是那个小裁缝？是你啊。还要继续脱吗？你刑满释放了？对啊。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被男人骗了？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我们结婚吧。干，呵呵呵。二爷，您终于来了。二爷，坐吧。二爷，您坐牢这半年，您大哥可没少犯蠢，还好您出来的早，不然这陆氏集团早晚得折在他手里。是啊，二爷，大哥真不是个东西，他以为把你弄进牢里就可以独享陆氏的财产，可惜废物就是个废物，折腾不出什么水花来。我大哥的确是个废物，不过在收拾他之前，我得先结个婚。结婚？二爷，您这半年可一直在狱里啊？这嫂子难道是您狱友？二爷，你别冲动啊！虽然您坐过牢有前科，但是随便找个名媛不是分分钟的事儿，没必要在狱中找吧？我跟他的确是在狱中认识的，但不是狱友。这个婚，我结定了。我是不是疯了？就算被甩，也不用找一个坐过牢的人闪婚吧？这不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吗？这么晚了，
我还记得第一面见到你，我心是怎样波动。我们间小没有点燃底线，却偏偏遇到火种。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, I wanna risk it。我真的是疯了。那个，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觉得单身也挺好的。要不，我们昨晚的约定作废吧？我们结婚吧。反正你坐过牢，我不孕不育，咱俩谁也别嫌弃谁。好，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见。怎么，你反悔了？我晚了。哎，那个，你有地方住吗？当然。要不住我家吧？我不管你之前因为什么原因坐牢，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希望你之后改过自新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也行吧。走。陆总，据手下消息说，你弟弟他结婚了。我弟刚出狱就找了个女人结婚，他怕是脑子进水了吧？这些是他老婆的资料。哼，长得倒是清汤寡水的，没想到我弟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家住山区，父母务农，还有个拖油瓶的弟弟。我弟这牢里待了半年，怕是人关傻了吧？您弟弟他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！我知道。不过我马上就要把陆氏集团给卖了，到时候拿上这笔钱去国外逍遥快活，而他只能背着这些污点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这就是你的房子？这是我租的房子，我哪有钱买房啊？就这破房子还是你租的？苏小林，你该不会是嫌我穷吧？喂，你自己都没本事，你干嘛嫌弃别人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本事呢？你能有什么本事啊？你刚从监狱里出来，估计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。我月薪7000，只要你不乱来，我还是能养得起你的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有手有脚，我才不需要你养活。是吗？那你会什么？要不我现在告诉他我的身份。看他为难的样子，估计什么都不会。你会做饭吗？那你会做家务吗？手机给我。你要手机干什么？既然你什么也不会，那就自食其力吧。什么自食其力？苏小黎，你给我注册外卖骑手干什么？你让我去送外卖？你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送外卖是最好的选择。做人嘛，要堂堂正正的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了。我得去上班了，这是我家钥匙，千万不要弄丢。什么偷鸡摸狗？他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这个女人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喂，张扬，我发你个定位，过来一趟，给你安排个任务。好嘞。二爷，您终于出狱了，明天咱们就能杀回陆氏集团，拿回失去的一切。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这破破烂烂的，别把您弄脏了。这是我老婆家。谁老婆？您老婆？您结婚了？没错。这是老板娘？怎么样？
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？对，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贫穷气质。不懂欣赏。哦，对了，我老婆呀，给我注册了个外卖骑手，你帮我送外卖去。送外卖？您没跟您老婆说您的真实身份啊？虽然您在国内声名狼藉，但您在海外的星球科技价值千亿啊！他月薪7000，我怕说出来吓到他。等我把我哥解决了，拿回陆氏集团再说吧。喂，妈。小李，听说你跟佳明闹分手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咱们家这么穷，佳明都不嫌弃咱们，你怎么能跟他闹脾气呢？妈，是他提的分手，不是我。那你哄哄他呀，你反省一下，是不是你没把他伺候好？妈，我这2年给他当免费保姆，给他洗衣做饭，你还要我怎么做？佳明，你衣服上这个口红印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口红印？那我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那有口红印很正常。哎，苏小丽啊，我每天在外面喝酒应酬，累死累活是为了啥？不就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吗？你还在这儿怀疑我？你不闹行不行？佳明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的，我就是太在乎你了。妈，我和佳明的婚检报告出来了，他不孕，没有办法生孩子。佳明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该多难受啊！小丽，你作为女人要体谅自己的男人，等佳明回来，你就说是你不孕。佳明，你回来了。小丽，这个是我给你买的戒指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佳明，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。佳明，我们婚检报告出来了，我不孕，恐怕没办法要孩子。没事的，那就等你病治好了，我再给你。我知道我穷，配不上沈佳明，那我找个穷人结婚好了。我以后不会再当受气包，更不会再让别人来践踏我的自尊。理解，陈总监找你。总监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这是沈佳明当初打算送给我的钻戒。苏小黎，昨天佳明跟我求婚了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深爱着佳明，可他现在心里只有我了。总监，我结婚了。上面还有民政局的钢印，你真的结婚了？今天早上刚领的证。你老公长得还挺帅的，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刚出狱，没工作。出狱？他还坐过牢啊？总监，要是没别的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出去了。陆野，陆氏集团2少爷，半年前因过失杀人入狱。我操！苏小黎的老公是陆氏集团2少爷？不可能啊！苏小黎那种乡巴佬，怎么可能攀上豪门？佳明，站那儿！苏小黎啊，没想到你为了博取我的眼球，专门找了个男人闪婚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多看你一眼吗？你想多了，我闪婚是为了保住我的工作，免得陈总监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来找我麻烦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还嘴硬！我专门调查过了，你闪婚的那个男人坐过牢，我就知道没有哪个正常男人会要你，所以你也别怪我抛弃你。沈佳明，
等你知道不孕不育的是你自己，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？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找个垃圾结婚，你还得意上了？苏小丽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你的垃圾老公只能一起住在垃圾场，而我和曼曼会越来越好。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啊。她怎么这么嚣张？佳明，我看到她结婚证上，她老公叫陆野，和陆氏集团二少爷名字一样。你知道更巧的是什么吗？陆氏集团二少爷半年前坐过牢。放心，陆家二少爷长什么样没人知道。他故意找了个和陆二少同名的男人结婚，估计想吓唬我们呢。原来如此，我明天和陆氏集团有个合作，我明天就带他过去，给他一点教训。好啊。你怎么不穿衣服？苏小黎，我现在是你老公，你得习惯家里有一个不爱穿衣服的老公存在。流氓！我这就流氓了。那你今天晚上洞房的时候，不得羞死？谁要跟你洞房？我们俩还不是很熟，先分房睡。老婆，30平米的房子，巴掌大的地方，你要跟我分房睡？你要把我分到厕所去啊？房子是有点小，明天再找个大的。老婆，我今天跑外卖挣了300多。哇，老公，你这么厉害啊！我还有更厉害的。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当然是尽一个老公该尽的职责。家里没套。你不是不孕不育吗？正好让我套进。我骗他我不孕不育，没想到他一点也不嫌弃，还真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呢。不过这家伙一身蛮劲，真是应了那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昨晚把你弄疼了？要不今天请个假，先不去上班？不行，请假得扣钱，我必须得去上班。没想到他是第一次，难怪他昨晚上一直喊疼。老婆，你晚上早点回来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今晚就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，再给他准备一个礼物，他肯定会幸福的晕过去了。什么惊喜啊？你回来就知道了。那我尽量早点回来。喂，老板，律师已经去陆氏集团签合同了，我们可以过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我要2个蒸糕。好嘞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脸上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发烧了？好像真有点烫，难道昨天晚上着凉了？那不是我老公吗？老公！老板，上车吧。老公，我好像听到苏小黎喊老公了，可是她从来没叫过我老公，肯定是我听错了。我这是烧糊涂了吧？我老公是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西装革履坐豪车？我得赶紧去买退烧药。张律师，今天签合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们老板都不愿意现身吗？我们老板很注重个人隐私，这么多年从未在公共场合出现过，望理解。
好吧。陆总，你看一下合同条款，要是没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签了。我还是很信任星球科技的，毕竟贵公司在海外还是名声远扬，不至于专门过来坑我。那就签字吧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是不是星球科技的大老板来啦？等过了今天，咱们公司就属于星球科技了。听说二少爷出狱了，要是他知道陆氏集团被他大哥卖掉，不知道会不会气死啊？气死也没用啊！他半年前就被踢出集团董事会了。虽然他有点能力，但现在公司被卖，他也无力回天啊。是啊，说不定他以后混的还不如咱们呢。哼。苏小黎，我今天要去陆氏集团谈合作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陆氏集团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你确定要带着我？你已经结婚了，我和佳明也快结婚了，我没必要再给你穿小鞋。那谢谢总监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。你知道陆氏集团老板是谁吗？不知道。现在的老板叫陆谦，他有个亲弟弟叫陆野，跟我老公名字同音啊，这么巧？不止同音，还同名哦。你说巧不巧？可我老公是送外卖的，不是陆氏集团二少爷。哼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张律师，我有个弟弟叫陆野，他如果来公司闹事的话，你直接叫保安把他赶出去。张律师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我弟弟。张律师，他肯定来公司闹事，赶快叫人把他给我轰出去。大哥，你这么怕我，只可惜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半年前你没把我弄死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罗总，合同已经签好了，现在陆氏集团是您的了。你是星球科技公司老板？周经理，这个是我们给贵公司设计的3种方案，您看看。这第3款是谁设计的？周经理，第3款是我设计的，这是我第一次设计职业装，有什么不足的，还请周经理多多指教。这款设计低调而不失沉稳，就按照这个设计图做一套样品出来看看。好。周经理，您订的珠宝到了。哦。哇，好漂亮的镯子，通体发亮，价值不菲吧？对，这是我帮我们老板订的，应该是送给老板娘的吧？这个看着是手6位数啊。对，这么漂亮的镯子，老板娘肯定喜欢。天哪，这么贵的镯子竟然摔坏了！我看到是他，就是他撞坏的。不是我，是陈曼刚才在撞我。不是，你自己想要看镯子，自己扑倒了周经理，你把镯子摔坏了，休想甩锅到你头上。这镯子100万，你撞坏了，必须赔，不然我叫公安了。可是我没有100万，叫你那个坐牢的老公赔啊！周经理，你说好不好笑？她说她的老公叫陆野，和咱们陆氏集团的2少爷同名同姓呢。我们陆总才不会找这种身份卑微的低层人。听到没有？人家陆2少根本就瞧不上你，乖乖赔钱吧，
赔不起你就去坐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张特助，这个女人把我给陆总订的镯子给摔坏了，这可是陆总要送给老板娘的呀。这是老板娘？嗯，她该不会就是老板娘吧？不行，我得去跟老板汇报一下。周经理，你就赶紧报警吧，等会儿你们老板来了，肯定要大发雷霆的。是，对，马上，说的对，马上报警。周经理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报警，真的不是我摔的，刚才是陈麦他推我，不信你可以去调监控。他在胡说，周经理，你不要听他乱讲了，你赶紧报警吧，把他抓起来。有什么话你跟警察说去吧。陆总，你老婆好像来公司了。他来公司干什么？难道他知道我身份了？陆岩，你想不回来？他怎么晕倒了？我刚才就轻轻的推了一下，我没用力啊。他是不是想讹我呀？我看他就是赔不起，所以才装晕吧。苏小黎，别装了，赶紧起来。他会不会真晕了？我看他脸色有点不对劲啊。他就是装的，我知道怎么让他醒过来。住手！住手！陆总，这不是苏小黎结婚证上那个男人吗？为什么周经理喊他陆总？难道他是陆氏集团二少爷？这么烫，是不是发烧了？张特助，这个女人摔坏了陆总价值100万的镯子，陆总把她抱走了。她晕倒了，肯定得先送医院呢，不然出事了你负责。去监控室调监控。是。你去哪儿？我去上厕所。憋着，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你醒了？老公，你这衣服哪来的？看上去很贵啊。我早上不是跟你说要告诉你个惊喜吗？其实我是……你是不是找到新工作了？是保安还是销售？难道我就不能是集团总裁吗？难道我就不能是集团总裁吗？啊！老婆，你掐我干什么？咱们普通人就不要白日做梦。对了，我今天不是在陆氏集团晕倒了吗？对啊，今天我刚好去陆氏集团。哦，你是应聘上陆氏集团的保安了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棒啊？虽然保安工资是低了点，不过以后不用风吹日晒了。老婆，我不行，我今天没请假，我得回去上班了。哎，老婆，那个你才刚退场，你不能去上班，你请个假。不行，今天我总监害了我，我要去找他算账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陆氏集团闹事！不是我没有啊！证据摆在面前，你还敢狡辩？把他送去警局。真的不是我。老板，陈总监说今天带我去陆氏。我都听说了，你弄坏了陆总价值100万的手镯。你说你怎么这么能惹事呢？苏小黎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哎，苏小黎，你站住！苏小黎，你是我错怪您了。关于手镯的事，陆氏集团没有追究你的责任，而且他们指明这个项目由你负责。你以后呀，好好跟进这个项目，奖金少不了你的啊！老板，你确定他们指定让我来跟进这个项目吗？是，他们说看中了你的设计，所以啊，这个项目由你负责。那手镯还赔钱吗？他们没有说这件事，应该不需要你赔了。太好了，他们老板明智，肯定知道手镯不是我摔坏的。好吧，你先去忙吧，以后呀，别再惹事了啊。好。陆总，您大哥趁着您去医院的空档，偷偷溜去机场，现在应该要登机了，要把他抓回来吗？不用，让他跑吧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自己滚回来的。
哦，看来您在海外已经不想圈套。没错，但我不会让他死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的活着。您老婆呢？她没事了吧？已经退烧了，回去上班了。不过他怎么都不相信我是个总裁，非要说我是暴汉。如果我是您老婆，我也不会相信。毕竟他那么穷，那么普通，霸道总裁怎么会爱上他呢？也就您不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吗？在他的眼里，我不是高高在上的陆家二少爷，在他那儿，可以感受到普通人的情感，这对我而言是第一次。那您打算继续瞒下去啊？不，再过半个月，我妈就能出院了。我打算到时候将苏小离介绍给所有亲人，她自然就知道了。老夫人不是意识不清了吗？有好转啊？她要是知道我成家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回来了。哎呀，早就退烧了。过来。月薪7000的工作，真的值得你这么拼命吗？我这才刚毕业，能拿到月薪7000的工作已经很不错，现在还要弄陆氏集团的项目，只要能把这个项目做好，还有奖金呢。苏小离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暴富了，你会怎么做啊？什么暴富啊？那天天工作暴毙还差不多。这都是你做的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想你在家里面吃比较好一点。你不是说你不会做饭吗？在网上照着食谱做的，你尝一下，感动不？味道还不错呢，挺好吃的。老公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之前是因为什么坐牢了？李姐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哎，我听说，陈曼被警方给抓走了。你说陈曼被抓了，那总监之位会不会是你的呀？李姐，他不是之前在监狱里调戏你那个犯人吗？他怎么在你家？他不会是来入室抢劫的吧？小文，我……苏小离是我老婆，我在我老婆家，你怎么能说是入室抢劫呢？你们结婚了？我要给你看结婚证吗？李姐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被夺舍了？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花痴可以，但是脑子不能丢啊！他万一是杀人犯呢？你小命不要了。小文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这一穷二白的，他应该看不上我这条猫吧？你虽然没有钱，但是你有色呀，万一他图你的貌呢？他只要不图我命就好。好吧，但是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通知我呀？我不仅你没说，我连我爸妈也没说。你不会是被渣男伤透了心，所以才随便闪婚了吧？那个，如果我不尽快结婚，陈曼就一直找我麻烦。爱情可以失去，但工作不能丢啊。好吧，事实证明我错了。就算陈曼知道我结婚了，她还是一直找我麻烦。她今天带我去陆氏集团，故意整我，就想让我坐牢。没想到她自己先进去了。恶人自有天收。哎，他被抓起来了，那你以后的路肯定会步步高升。你们俩聊完了吗？要不要过来一起吃饭啊？小文，你要不留下吃个便饭吧？我就不等电灯泡了，拜拜。过来吃饭吧。哎呀，80万，我所有的存款都没有了。我本来还想留着和你买婚房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至少你不用坐牢了。都怪苏小离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，我根本不会栽跟头。就当花钱消灾了，苏小离蹦跶不到你头上的。
苏小丽她的老公陆野是陆氏集团二少爷，我今天在陆氏集团亲耳听到别人喊他陆总。不可能！如果她老公真是陆氏集团二少爷，她怎么可能不出来炫耀？对啊，苏小丽好像并不知道她老公的身份，陆野没告诉她吗？绝对是这样。听说这个陆氏集团二少爷就是玩玩苏小丽的，他压根就没想让苏小丽当少女。那在苏小丽知道陆野身份之前，拆散他。我有个主意。虽然他坐过牢，但是他现在不仅能下厨，还能主动做家务，足以说明他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。不管他以前犯什么错，我都不应该再提了。老婆，昨晚把你弄疼了，我很自责。你技术的确不太行。要不今晚我们再试试，毕竟实践出真知嘛。我妈怎么打电话来了？难道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了？妈，我没打算一直瞒着你的，我是打算放长假的时候带她回去给你看看的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居然先斩后奏！苏小丽，你读书读到狗脑子里去了！妈，妈，我今天还要上班。陆野，要不你今天请假陪我妈吧，毕竟你工作比我低，你请假划算一点。妈，我先走了。你，真是的。苏小黎还没哄明白，岳母大人就来了。哎呀，阿姨，我先打个电话，请个假。你打呗，你都把我女儿娶了，我还能阻止你啊？哎。喂，老板，我今天不去公司，得请1天假。老板，您怎么了？我岳母来了，我得招待我岳母。我操！你岳母不是山区的吗？她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他连夜赶过来的，看样子对我挺不满意的。您这么英俊潇洒，您岳母怎么会不满意呢？哦，懂了。老板，拿出您的超能力征服他。砸钱就行了吗？当然，穷人最缺什么？当然是钱呀。当然，穷人最缺什么？钱呀。哎，先不跟你说。阿姨啊，不，妈，我知道我跟小丽的婚事的确有些突然，不过您听我解释。你坐过牢？是啊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肯定是你逼我女儿嫁给你的，不然我女儿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狂徒？我的确是坐过牢，但我都已经改造好了，你可以看我接下来的表现。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你连个房子都没有，还得蹭我女儿的出租房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你羞不羞啊？好不好意思？是时候使出我的超能力了。妈，这张卡您收着，算是我给小丽的彩礼。这是你的卡吗？这里面有多少钱？这当然是我的卡，这里面有18888万。你说的是人民币啊，还是冥币啊？妈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虽然我坐过牢，但是我很有钱。这钱该不会是脏钱吧？脏钱我可不要啊，我怕被抓进去啊。不是脏钱，这些都是我正正经经做生意赚的。正正经经的人会坐牢啊？哪个正经生意能赚1亿多呀？我越看你越不正经。不行，我得让小丽跟你离婚。砸钱怎么没用呢？不行，我得在苏小丽下班之前搞定她妈。丽姐，
又回公司了。你昨晚不是说他被抓了吗？这么快就放出来了？他有钱呗，听说是给珠宝公司赔了80万，把事情给了结了。这次他害我，反而让他自己大出血，估计他以后啊不敢轻易害人了。难说呀，我本来以为这次他被抓，老板会开除他，把你扶上去，没想到总监之位还是他的。我资历不够，就算陈曼下去，总监的位置也不可能是我的。哎呀，你资历不够，陈曼资历就够了吗？我听说啊，他跟老板是亲戚关系。怪不得老板昨天不分青红皂白要辞退我。什么？老板怎么能这样呢？哎，一姐，等你把陆氏集团这个单子做完，咱们就跳槽呗。不然以陈曼那小心眼儿，以后还会对付你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眼下我们还是先把陆氏集团的单子做好。苏小离，你很得意吧？我看得意的是你吧？你昨天污蔑我的事，你还没给我解释呢。想要我给你解释？你当你是谁啊？真以为这么一个小插曲，你就能顶替我的位置？你实在是不讲道理。我要是真不讲道理，我昨天就不会把你的设计拿去陆氏集团。你把我的设计拿过去，不过是笃定了陆氏集团不会看上我的设计。你太自负了。你好了，别吵了，昨天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就不要再闹了。你们啊，该干活的干活，该反省的好好反省啊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去工作了。妈，您知道小黎有个前男友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佳明可是个好男人，人家学历好，家世好，工作好，最重要的是他没坐过牢。他确实没坐过牢，但是他劈腿啊！您是过来人，劈了腿的男人还能要吗？这小黎没跟我说啊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佳明怎么能这样呢？就前几天的事儿，所以您看，这劈腿的男人肯定不能要吧？这劈腿的跟坐牢的都不能要。妈，我听小林说，他还有个弟弟啊。上小学呢。您爱您儿子吗？当然了。那如果说您儿子为了保护你，不惜触犯了法律，你觉得您儿子未来还有资格娶妻生子吗？那当然有啊，他是为了保护我呀。如果他能的话，那我也能。你是说，你是为了保护你妈妈才被抓进去的？对，您可以质疑我的家世，质疑我的工作，但我绝对不是坏人，我绝对不会做伤害小丽的事。其实我看你面相也不像个恶人，这身材也挺好的，就是条件差了点儿，配不上我女儿。妈，你想要多少彩礼？刚才一下砸太多，也难怪岳母不信，我得循序渐进的砸。只要您说个数，我保证凑齐了给您。那怎么地也得这个数。懂了，80万。这个数好，这个数吉利啊！我这就让人送来。妈，这是您要的彩礼，您数数。我说的是8万，不是80万。没想到苏小黎在他妈心里只是8万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是干净的钱吗？妈，这是我做生意正经赚的，这些钱您拿回去，留着给弟弟以后娶媳妇儿用。我们村娶媳妇儿给2头羊就行了，要不我拿8万，剩下的去跟小黎买房。妈，不用，我有房，过阵子就带小黎去住。哦，哎，这人是谁啊？他是阿姨，我是陆哥的朋友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助理。哦，打杂的。阿姨，您懂得真多。妈，喝水。哎，小卢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你给了我80万彩礼，可是我还是得跟小黎谈一谈。万一是你强迫他结的婚，那这钱我1分都不要啊！阿姨，妈，您放心，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妈，
是谁告诉您说我跟小丽结婚了？就那个劈腿的。这说起他我就来气。我女儿跟了他2年，给他洗衣做饭，处处忍气吞声，什么都顺着他，结果他还找小三儿。哎，不过妈，说到底，我还是得感谢他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跟小黎也没办法修成正果。他不孕不育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，小黎没跟我说。他不孕不育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！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都没让我女儿告诉他，他竟好意思抛弃我女儿，他会遭报应。派人去查沈家里，他突然把我岳母叫来，说不定想搞事。你找我啊？苏小黎，既然你负责了陆氏集团的项目，就好好干，别给我们公司丢脸。陈总监，你找我过来就为了说这个？苏小黎，我有时候真的很讨厌你。你抢我男朋友当小三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讨厌？更何况，我都把渣男让给你了，你不应该对我感恩戴德吗？我真不知道佳明看上你什么了，跟你谈了2年的恋爱，简直就是他的黑历史。你还是抓紧时间结婚吧，要不然他劈腿的毛病犯了，又该在外面偷吃了。这是一家跟我们公司长期合作的面料商，他们最近新进了一批高端的聚酯纤维，抗皱性很强。你约他们蒋总出来聊聊，看看能不能以更优惠的价格拿下来，这样既能节省成本，又能做出更好的成品。我现在就去约。我有时候真不想帮你，但是我们已经得罪了1次陆氏集团，不能再得罪第2次。你放心，为了我自己，我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哎，李姐，他找你干什么呀？他肯定没别什么好屁。他就是给我介绍了几个面料商，我看了一眼，这些面料商都跟我们公司合作过几次。他有这么好心，还给你介绍面料商？他啊，估计就是怕把项目搞砸，得罪了陆氏集团。我跟他都代表公司，他害怕得罪了陆氏集团，迁怒于公司。哟，他还有这种觉悟呢？不管他，就算他今天不找我，我也得去找这些面料商谈一谈。走。哎呀，妈，短剧好看吗？知道就好看，好看。退下。哎呦，我们这大山里呀，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电视呢。妈，这个 APP 就是我们公司投资的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该不会又瞎扯岳母大人了吧？啊，我是说啊，这个 APP 特别好，里面的短剧啊都特别好看。是。哎，待会儿我能把这个拿走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妈，我打算去接小丽下班。哎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女儿工作的地方。好，那咱们一起。走。小苏啊，之前都是你们陈总监跟我对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你啊。是的，蒋总，我们的确是第一次见面，不过我早就听闻蒋总的大名。这一杯我敬你。哎，小黎呢？妈，他助理跟我说他去见一个面料商了，去应酬也不跟我说一下。妈，我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好。小苏啊，我听你们陈总监说起过你啊，你是他们校招的时候招进来的？啊，不过当时陈总监也不太愿意招我，是人事说我是他同乡的，才把我招进来的。哦，听说你的设计被陆氏集团看中了，那你的能力是相当不错啊。蒋总您过奖了。小苏啊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在公司里肯定有很多男同事追你了。蒋总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没事啊，我也结婚了。小苏啊，今天我们俩晚上好好玩玩，明天我就给你签合同，而且我给你最低价。蒋总，我想您是误会了，我的确是想用优惠的价格谈下合作，不过我并不出卖我的身体，先告辞。
程苏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不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，我挺喜欢。今晚咱们好好玩玩，明天我们就把合同给签了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喂，段阳，你马上让人查一下我老婆电话定位在哪，我现在联系不到了。好，好。我女儿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很快就能找到她。妈妈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把苏小离弄到床上了。很好，那你等会儿多拍一点她的艳照发给我。行，这小贱人虽然结婚了，但看着还是挺水灵的。你这色鬼，快去办吧。嗯。小美人，我来了。体温显示，嫂子就在这酒店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她没权没势，一个人到大城市打拼，出了事，我这个当妈的却什么都帮不了，真是没用。张扬，照顾好我岳母。好，走。我真是没用啊！你他妈谁啊？我的女人你都敢碰，你找死！你他妈谁啊？听好了，这是我们陆氏集团总裁陆野，人称陆二爷。哎，宝贝大哥，我也不知道苏小离是陆二爷的女人啊。小离，没事吧？小离，不然给我100个大哥，我也不敢乱来呀，也没人跟我说。带走！我不知道这些话，就给警察说去吧。我怀了蒋总的孩子，我必须要生下来，到时候去分蒋家的财产。现在我必须找个接盘侠。曼曼，哎，老公，你回来了？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我这个月没来大姨妈，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没想到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嗯。哎，曼曼，咱们也没做几次，怎么就怀上了？啊，这不是你强壮吗？一下就让人家怀上了。说也是啊。哎，怀孕了好事啊，那咱妈做梦都想有个孙子。曼曼，我们结婚？好啊，那我们得赶紧办婚礼，不然等肚子大了，穿婚纱就不好看了。婚礼的事儿你不用操心，我让我妈操心。那彩礼呢？彩礼你也不用操心，彩礼我让我爸操心。我爸那有50万养老金，我拿出来咱就办就好。佳明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没有选错人。那我们再造一个。我竟然梦到我老公是陆氏集团的首领，真是个大美梦。老婆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去帮你叫医生过来。妈，哎呀，小黎，你昏睡了一整晚，还好，总算醒过来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多亏了陆爷，可你昨晚差点被老男人给糟蹋了。昨晚我那杯酒有问题。都过去了，那个姓蒋的已经被警方抓走。小黎，以后出去应酬千万不要一个人去，知道吗？好。哎，你要干嘛去啊？你身体还没好呢，我叫医生过来给你看一下。我已经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你是不是舍不得住院费啊？老公，我们这刚结婚，婚礼也没办，房子也没买，你知道这些要花多少钱吗？这些不用你操心，你要好好躺着，我叫医生过来啊。妈，谁叫你来的？我猜猜啊，是不是沈佳明？啊，陆野都跟我说了，那个沈佳明在外面找小三，你这个我真不是个东西，亏我还当他是个乘龙快婿。妈，我已经不难过了，陆野他对我挺好的。我看出来了，他挺关心你的。对了，昨天给了我80万的彩礼，他家怎么那么有钱呢？你见过他父母没？我
喂，喂，老板，沈佳明的资料我已经发你邮箱了。他就是普通家庭啊，普通工作，患有弱精症，但是他自己还不清楚这一点。他女朋友是太太的上司，叫陈曼，跟服装公司老板有亲戚关系啊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昨晚欺负太太的那个人，说是陈曼要对付太太。我心想，他一个老板怎么会听陈曼的话？就顺着这个线索查出来他俩搞过节。去搜集证据，以后有用处。哎，好。你见过他父母没有啊？妈，我跟他还不是很熟，要不是您今天来，他应该都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的。哎呦，我真是搞不懂你们这种年轻人呐！哎呦，真是。妈，您当初跟我爸不是也只见了一面，你们就结婚了吗？我当初跟你爸虽说只见了一面就结婚，可至少我们两家是知根知底的呀。那两家都一穷二白，有没有知根知底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这话说的好像也没毛病。咱们家那么穷，我就是闭着眼睛找一个人，那都算是高价了。你别瞎说，我找大师给你算过命，大师说你命好，能享福。乱讲！妈，我当初就太信您的话了，对那个沈佳明百依百顺。我现在看透了，靠男人不如靠自己。电话来了，我出去接个电话啊。你太太基本痊愈了，但是还是要注意，如果想要孩子的话，就一定不要乱吃药。好的，医生，我们会注意的。哎呀，你爸刚才来电话了，让我回去，我下午就得走了。你跟小璐的事儿，既然你们年轻人心意相通，那我们做长辈的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该有的流程得有啊。好。还有啊，那个小璐，过几天你到我们老家去提亲，咱们把婚礼的事商量一下。虽说咱们家穷吧，不过嫁姑娘还是得有婚礼的啊。好的，妈，我会尽快去提亲的，婚礼的事情我会安排好。喂，沈佳明，我弟找人调查你。不是你谁呀？你弟谁啊？调查我干啥呀？我是陆氏集团的陆谦，我弟叫陆毅。陆总，我小沈啊，不是那个您弟弟调查我干啥呀？你如果还想在江城立足的话，最好得想想办法。我一个平头老百姓，我想啥办法呀？他下周就要去苏小离的老家提亲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苏小离，我和佳明要结婚了，这是结婚请帖。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时间来吧。怎么，你要带着你老公回老家呀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带我老公回老家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你闪婚肯定没跟家里说，而且现在领了证，还不得抓紧带回去看看？对了，陈总监，你昨天介绍给我的蒋总，你跟他熟吗？哦，我和他就只有工作上的来往，不算熟。哦，那你不好奇昨晚我跟他发生了什么吗？蒋总的电话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打不通，也不知道事成了没有。怎么，你和他价格谈好了？没有，不过蒋总的老婆今天早上联系我，说要给我最低价。蒋总的老婆为什么会联系你啊？不知道啊，你去问他老婆吧。姓蒋的被他老婆保释带走了，他把所有责任都甩在了陈曼头上，并且提供了通话记录为证。陈曼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？本来我想通过这件事儿把她抓进去，结果查到她怀孕了。我国法律对孕妇是有特殊照顾的。她孩子是谁的？沈佳明不孕不育，她孩子的父亲该不会是姓蒋的吧？我去查一下。如果孩子是姓蒋的话，那我倒是有个办法。
来，我的身体已经好了，我要去见我儿媳妇儿。不行呀，夫人，你们现在就带我去我儿媳妇家。夫人，哎呀！李姐，你没事吧？不知道为什么我左眼皮一直跳。左眼跳财，哎，你要发财了，李姐。我看不是发财，是困得不行了。不行，我得去请个假。哎呀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儿就住在这儿啊！我儿子可是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，他怎么吃得了这种苦啊？二少爷在监狱里关了半年，估计吃了不少苦头。不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他也不会去坐牢。夫人，您别这么说。我听说二少爷和太太是在牢里认识的，如果不是坐牢，我估计二少爷也不会这么快结婚。我真的呀，想立即见到我的儿媳妇儿，她肯定是一个善良又可爱的人。我呀，以后要加倍对她好，让她知道呀，她没有嫁错人。哎，夫人，二少爷好像没跟太太说咱家的背景，您过来也没跟二少爷说，这会不会不妥呀？我这个儿子啊，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宠老婆。算了算了，我也不指望呀，他开窍了。我的儿媳妇儿啊，我自己来宠。你们是谁啊？怎么会在我家？你就是小黎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提前联系你，就到你家来了。阿姨，你们看着也不像坏人，但是你怎么能私闯民宅啊？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还有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？太太，我们是找你房东来开的门。太太，您怎么叫我太太？是啊，太太，我们夫人太想见见你了，所以就没提前跟你打招呼。您跟陆爷长得这么像，你该不会是陆爷的？对，我就是陆爷的妈妈，也就是你的婆婆。阿姨，阿姨您坐。好。阿姨，您今天来，陆爷也没跟我说啊。我本来在疗养院的，我没有告诉他我今天过来。阿姨，您身体不好啊？我病了半年了，不过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特别是今天见到你之后啊，我就格外的开心。你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样，又可爱又善良。我儿子能娶到你呀，那真是他的福气啊。看婆婆的打扮和谈吐，感觉不像是普通人啊。来，这个呀，是我给你的见面礼，这里面呢有8000万，你就当做是我给你的改口费。以后呀，你可不能叫我阿姨了。8000万？对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但是你的彩礼，阿姨她会另外给你的。阿姨，不是，妈，您家这么有钱啊？哦，这样我得抽空陪小黎回他老家一趟，登门提亲。虽然我们已经领了证，但是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好的，我这就让人去准备礼品。他家亲戚应该都知道我坐过牢，所以到时候排场一定不能小。我不能让小黎在村里抬不起头。那我多准备点人手，也多准备点礼品，保证到时候让黎家在整个村子里扬眉吐气。去吧。陆野这小子没跟你说吧？我们陆家呀，已经当了10几年的江城首富了。陆野，他真是陆氏集团二少爷陆野？小黎呀，你别怪陆野没跟你说，他可能是怕吓着你，他绝对不是存心想隐瞒你的。你有地方住吗？当然。要不住我家吧，我不管你之前因为什么原因坐牢，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希望你之后改过自新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也行吧。我以为他出身贫苦，所以强行让他搬来跟我住出租屋。这就是你的房子？这是我租的房子，我哪有钱买房啊？就这破房子还是你租的？苏小黎，你该不会是嫌我穷吧？喂，你自己都没本事，你干嘛嫌弃别人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本事呢？
你能有什么本事啊？你刚从监狱里出来，估计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。为了让他自力更生，我还帮他注册了外卖骑手，谁知道他竟是陆氏集团二少爷。小黎啊，你别生气，等他回来了，我骂他怎么能对老婆隐瞒身份呢？你醒了？老公，你这衣服哪来的？看上去很贵啊。我早上不是跟你说要告诉你个惊喜吗？其实我是……你是不是找到新工作了？是保安还是销售？难道我就不能是集团总裁吗？其实陆野根本没想跟我隐瞒真实身份，是我一直不相信他。妈，您别骂他，不是他的错，他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。好，小黎啊，你不怨他就好。那既然你也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，你今晚就和陆野搬回陆家好不好？妈，这件事情还是等陆野回来再说吧。要不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好。喂，你妈过来了。什么？我妈来咱家了？她说你是江城首富，是陆氏集团二少爷。你该不会以为我妈有神经病吧？我看我在你心里就是个傻子吧。妈，她说她等会就回来，我去给您倒杯茶吧。哎呀，不用忙了，你呀就坐下来陪我好好聊聊天。我呀是越看你越喜欢了。妈，我家很穷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嫁进我们陆家，陆爷的钱那就是你的钱。您真的不嫌弃我？我为什么要嫌弃你呢？陆野他坐过牢，你不是也没嫌弃过他吗？就是因为陆野坐过牢，所以我才不信他是有钱人的。妈，既然陆野这么有钱，他怎么会坐牢啊？他……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儿子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听说你搬到这里来了，我就猜到呀，你没有告诉小黎你的真实身份。妈，他没有瞒着我，是我自己误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呀，下不为例，你以后呀，不许再欺瞒小黎任何事情了。还有，你呀，赶紧带着小黎搬家。你堂堂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怎么能让小黎跟着你吃苦呢？搬，我现在就找人过来搬。妈，不过我得纠正一下，我跟小黎住在这里，一点也不觉得苦，反而我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简单的幸福。行了，体验了就行了。你赶紧呀，带着小黎回家享福去。陆太太，我现在郑重邀请你跟我一起回陆家，共同开启新的生活。老婆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。哇，老公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种灰姑娘的剧情不是只出现在故事书里吗？陆野，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？哎，你别说是因为我漂亮，我去过你公司，随便找一个女员工都比我漂亮。外貌只是一部分，你难道不觉得我们各方面都很合得来吗？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哎，你不要再说了，闭嘴。小林，我和我妈都没有门当户对的观念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嫌弃你以及你的家人。你爸呢？他爸已经死了。你是不是还有个哥哥啊？哦，对，我是有一个大儿子，不过他们兄弟俩各过各的，互不干涉。那现在陆氏集团老板是谁啊？你老公我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挺有能耐的，一出狱就从你哥手里把公司抢过来了。算不上抢，这公司本来就是陆爷在管的，他哥哥呀能力不行，差点把公司折腾破产了。看来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把你当保安了。没事，以后我罩着你。不要，我也想证明我自己的能力。好吗？那要是有人欺负你或者找你麻烦，你必须要告诉我。妈，我觉得不要让陆野去我们家提亲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俩要离婚了？不是，
去我们老家也太折腾了，从火车到市里，最后还要转大巴，还要步行。他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想娶你？人家沈佳明之前还来过咱家。妈，你就别提沈佳明那个渣男了，陆野比他强1000倍100倍。我就是不想让陆野吃这个苦。他长这么壮，怎么可能吃不了这点苦呢？要是他不来咱家提亲，村里人会说闲话的。我可不管别人说什么。再说了，我们村哪家女婿给过80万彩礼啊？小黎，妈妈一时分不清你这是恋爱脑还是见钱眼开了。要知道提亲可是个大事儿。妈，我又恋爱脑，我又见钱眼开，行了吧？反正陆野那么有钱，我真觉得没必要让他再去我们家提亲了。好吧，看在80万彩礼的份上，就不要他来提亲了。到时候我们去城里找你们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跟你妈说的，我基本上都听到了。你不让我去你家提亲了？我觉得太折腾了，我不想让你吃这个苦。我嫁给你都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，我能嫁给你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哎，要不我给你爸妈在江城买套房吧，到时候让你弟弟来江城上学。不用，你都已经给了我妈80万彩礼了，足够他们在县城里买套房了。就算我要帮扶他们，也不用麻烦你了。好吧，那80万当彩礼不够的，我还要再给你一笔钱。哎呀，真不用了，你妈今天给我8000万，我这辈子都花不完啊！你不要再给我钱了。小黎，我们婚前是没有签订婚前协议的，所以我的财产1半都是你的。对了，我们没有签婚前协议。当初我们在一起，你就不是为了我的钱，所以我愿意跟你平分我的一切。你真的太好了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我感觉好不真实啊。我帮你验证一下。怎么验证啊？小黎，我让张扬去你老家接你父母了，你今天请个假吧。可是他们应该很晚才到吧，也不影响我上班。你还是请个假吧，我妈跟你聊聊天。是啊，小黎，我毕竟对你还不够了解嘛，我想多跟你聊一聊。那我去请个假。你为啥不让他上班呢？他想上班就让他去上呗。妈，大哥有动作。喂，小文，我婆婆来了，我得陪她。我已经跟何总请过假了。哎，李姐，你婆婆对你怎么样啊？她人挺好的，对我也挺尊重的。毕竟除了你，估计没有几个女孩愿意嫁给他儿子了。小文，陆野他不是一般的劳改犯。我知道，他是最帅的劳改犯嘛。他是陆氏集团的2少爷。我靠！你说什么？李姐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老公是陆氏集团2少爷，陆氏集团的老板陆野。小文，这件事情先别跟大家说，我还不想让他们知道。哇塞，李姐，我就说你要发财吧。你老公居然是超级富豪，那他之前隐瞒身份，这是要考验你啊？不是，我不管了，丽姐。以后我下半辈子我就跟着你了。好，其他事情我下周来了再跟你说吧。好嘞。小黎呀，我想跟你聊聊我们家的一些情况。好啊。陆野呢，他有一个哥哥叫陆谦，是我一手带大的。由于他们兄弟2个年龄差不大，所以在陆野出生之后，我就把他交给爷爷带了。那爷爷现在不在了吗？因为他们兄弟俩从小就没有在一起生活过，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好。而且由于我太娇惯陆谦了，所以导致他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还总爱跟陆野争。这些年我对他失望至极。喂，陆大少，今天苏小黎要带陆二少回老家，我派人跟着在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做他。他们几辆车？1辆，我雇的是一辆面包车，上面还安装了炸弹。只要他们开到郊区，爆！
啊，非常好。等我弟死了，这个陆氏集团就归我了。到时候我让你进公司当高管。好，好，谢谢陆大少。大哥是做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吗？他做的过分事啊，那可太多了。陆野坐牢就是被他陷害的，你说可不可笑？他就为了争家产，竟然设计了那么恶毒的陷阱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。妈，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身体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呀，我只有陆野这么一个儿子。还有你，小丽呀，我以后呢也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。我现在呢就是希望呀，你们两个能够好好的。还有啊，再给我呀多生几个孩子，让家里呀热热闹闹的。啊，妈，陆野他好像不喜欢小孩。对，但是我喜欢呢。只要你也喜欢，你就不用管他喜不喜欢。到时候孩子生下来，我们俩一起带啊。妈，你这件事情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要是我真怀上了，我一定把他生下来。哎呀，只要你愿意生啊，那就太好了。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陆野他肯定会喜欢的。喂，宝宝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计划成功了。对，我把陆野和苏小丽炸死了。等陆谦一回来接管公司，他马上让我回去当高管。太好了，这次抱上了陆谦的大腿，以后咱们就飞黄腾达了。对，而且我要是不做死陆野的话，到时候苏小丽知道了陆野真实身份，他肯定来报复我们。太好了，那这次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宝宝，今天晚上早点下班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好。都这么晚了，陆野怎么还没回来？别担心啊，他可能在公司加班呢。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有接。你再等等，他今晚肯定会回来的。妈，你先去休息吧，你身体不好，我在这等他就行。那行，你千万别着急啊，他肯定没事。老公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是说让你助理去接我爸妈吗？我打电话问他们，说你助理没去。我助理去了，不过出车祸了。小丽，你最近先别去上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害我了。这件事应该跟我大哥有关系，所以我想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，拔出萝卜带出泥。那你助理没事吧？正在住院，不过没有生命危险。那今天如果是我们俩回老家，出事儿的就是我们了。对，所以现在他们以为我们俩已经死了，所以我让你先别去公司。你大哥就那么恨你吗？他不是恨我，他是想得到陆家的财产。如果我意外死亡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，他就可以获得整个陆家的财产。原来是为了钱，他怎么能这么可恶？别担心，我会让他一无所有。如果这次车祸爆炸案是他策划的，我就让他牢底坐穿。那我不去上班，你呢？我也不去啊，在家里陪你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门？这次的事件应该是大哥通过沈佳明操作的，到时我们出现在沈佳明的婚礼上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和陈曼女士的婚礼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好消息就是我的妻子陈曼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那不是苏小黎和陆野吗？他们俩不是出车祸进 ICU 了吗？他们怎么会来我婚礼？他们不是重伤住院了吗？怎么会来啊？你们俩叽叽咕咕的在台上说什么呢？陈总监，你之前给过我请柬，我自然是要来的。还有沈佳明，就算你劈腿，我也不怪你。我不仅不怪你，我还要给你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啊？之前我们不是做过一份婚前检测吗？这份体检单你还没看过吧？你不好奇自己的体检报告吗？你说的大礼就是这个？你刚才
不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吗？是的，陈曼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苏小离，不要怪我抛弃你，不孕不育我是不可能娶你的。我们老沈家还等着我传宗接代呢，你总不能让我绝后吧？你确定你能为你们老沈家延续香火？这份报告单，你仔细好好看看。夏明别看，谁知道这个报告是不是真的？苏小离过来就没安好心，我绝不能让他搅黄我的婚礼。陈总监，你在心虚什么？难道你怕沈佳明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佳明的，还能是谁的？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，行吧？各位，这份报告单上面显示了沈佳明有无精症，医生说了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，所以陈曼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沈佳明的。没想到沈佳明在结婚当天宣布的好消息，竟是一顶绿帽子，真是可怜。那这婚还结不结了？肯定不会再结了呀！我要是沈佳明，我现在就打死陈曼这个贱人！贱人！你怀着别人的孩子，你嫁给我？佳明，你冷静一点，这个报告是假的，苏小离是骗你的，他就是故意过来想要搅黄我们的婚礼呀！苏小离，这份报告是假的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去检查一下不就好了？不用多此一举。这个男人不是陆氏集团二少爷陆野吗？我该不会是眼花了吧？今天听小道消息说他出车祸，人没了，这不好好站在这儿吗？请问您是？我是苏小离老公，也是陆氏集团总裁陆野。啊，陆总，陆总大驾光临，我的荣幸。没错，如果不是苏小离，根本就没资格站在我面前。陆总，您刚刚说不用这么麻烦是什么意思？陈曼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老婆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收拾你吗？陆总，我不知道小离是您老婆呀。还撒谎！你领着小离去陆氏集团，你便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还让你的情人去欺负小离。情人？你那个陆总，陈曼在外面有情人？我没有啊，我和蒋总是清白的。我都还没说是谁的，你就自己爆出来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承认让蒋总欺负小离了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蒋总？陆总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沈佳明，我也有一份大礼要送你。沈佳明，我也有一份大礼要送你。那个女的好像是新娘啊。对，那个女人是新娘，可里边那个男人可不是新郎哦。这就是你的情人蒋总？佳明，我之前的确跟他在一起过，但都是之前的事情了，我早就跟他断了。佳明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贱人，这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怎么回事啊？这聊天记录是假的，我的孩子真的是你的。谁是陈曼？给我滚出来！是他。你叫陈曼，贱人，敢勾引我老公，我打死你！陆总，陆太太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但我也是受了陈曼指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他一刀两断，绝对不会再做那丢人现眼的事儿。姐，陆总，这出血了，估计孩子保不住了。是呀，老公，救我！蒋总也来了，你让蒋总救你啊！佳明啊，这是你的婚礼，要是真闹出人命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还是赶紧把陈曼送到医院去吧。沈佳明，你哪儿也去不了。陆总，虽然我要跟他分手，但是我得先送他去医院。自然会有人送他去医院，你就乖乖留在这里，等你的福报。什么福报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半个月前郊区爆炸案，警方查出跟你有关系，
你如果不把幕后主使交代出来，恐怕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们是公安局民警，你涉嫌一起故意谋杀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我什么痕迹都没留下，为什么会被发现？走！你们抓了沈佳明，可就不能抓我了。这起爆炸案跟我没有关系，这次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爆炸案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你只是性搅的侮辱我老婆，你以为就这么过去了吗？你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保住了，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老婆，我们走。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说您来就来吧，怎么还带着太太一起来？这我多不好意思啊！你刚刚是不是在打游戏？医生说让我多活动活动筋骨，这手指不也得活动活动吗？张特助，你没事就好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，所以才让他带我来看看你。我没事儿，陆总知道路上会有埋伏，所以特意给我配了防爆车。伤筋动骨3个月，你好好休息吧。陆总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，我肯定能恢复很好的。行，老婆，咱们走吧，别耽误他打游戏。好好休息啊。我去上班了。好，等你手上这个订单做完，就辞职吧。我也有这个打算。老板和陈曼有亲戚关系，我跟陈曼已经撕破脸皮，还是换家公司比较好。李姐，你终于来上班啦！我每天都在抓耳挠腮的等你啊。我有个劲爆的八卦，要不要听？什么劲爆八卦？你怀孕了？你脑子在想什么呢？是陈曼，她被抓了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八卦呀？我要听你的八卦，你快给我讲讲你的富豪老公吧。你可是我上流社会的唯一人脉。你又不是没见过他，他除了长得帅、有钱，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我让你跟进的面辅料还有加工厂都谈妥了吗？谈妥了，谈妥了。我去拿样品给你看啊。小林，我有事想跟你聊聊。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说吧。听说你老公是陆氏集团的老板陆野，真是托陈曼和她老公的福，想瞒都瞒不住。小林，陈曼可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她做的那些事我一概都不知情啊！你千万不要误会我，我对所有员工都是一视同仁的。老板，我会把手里的订单做好，等订单完成，我会离职的。别啊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种人才，我给你涨工资，1个月3万够不够？3万不行就5万。那不是钱不钱的事儿。好吧，你现在是陆太太了，估计陆总也不会让你在我这上班了。是我自己不想留在这里了。李姐，样品都在这里了。小文，到时候小黎离职了，你是不是也要走啊？当然了，李姐去哪儿我去哪儿。哎，李姐，那你要是离职了，你准备去哪儿啊？到时候再投份简历，应该很好找工作的。哎，你都嫁入豪门了，还当什么社畜啊？你就不能让你老公给你开个工作室？陆总，张特助把他的工作交给我了，在他养病的这段时间，由我暂代张特助的工作。海外那边有消息吗？您是说您大哥那边？对。您大哥存在海外的钱已经挥霍的差不多了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国。密切关注他那边的动向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即通知我。好的。你出去吧。要想创业的话，也不用靠他，我婆婆给了我一大笔钱。哇，这么有钱，那自己当老板啊？你这么看得起我啊？不过我觉得我还需要历练一下。哎，自己创业不也是一种历练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等离职之后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陆氏集团的人事让我们明天去他们公司，给他们员工量一下尺寸。他们不是要先看成品样衣吗？可能是知道你是老板娘了，所以没那么多要求了。那你回复我们明天过去。好。老公，我明天要去你公司哦。上午还是下午？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工作？张扬不是要休息3个月吗？他把工作交给了一个秘书，这个秘书有些问题不懂，所以跑来问我。就不能白天问吗？非得这个时候？老婆，你不是吃醋了？
我才没有呢。反正我老板可不会在半夜11点的时候跟我聊工作。那他是因为发错照片跟我道歉之后才聊起工作的。发错照片？这，你确定他是发错照片了？你怀疑他是故意发错照片给我的？老公，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啊？他这绿茶味儿都快从屏幕里面冒出来了，这都看不出来。老婆，你是我谈的第一个女朋友，我之所以没有怀疑她，是因为她是张扬介绍给我的，他还夸她工作能力很强，所以我压根没往那方面去想。那能进你们公司的人当然很优秀，不过其实我也理解他喜欢你，毕竟有这么优秀的上司。那这样，明天我给他换个岗，反正我也不喜欢身边有女助理。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万一是我想多了，误会了人家。我看他给你发完照片之后，不是一直都在聊工作吗？你确定还要给他一次机会？张扬不是只请假3个月吗？反正这个女孩在你身边也待不了多久。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要是他再给我发错信息的话，那我就给他换岗。老婆，我最爱你了，我就只爱你一个人，其他人我都不要。那你想不想要个小孩？老婆，你不是不孕不育吗？我自己一个人怎么生啊？我之前不孕不育其实都是骗你的，其实不孕不育的人是沈佳明，我那个时候是为了给他面子才说我自己不孕不育。我当时那么说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拒绝我。原来如此。老婆，我不喜欢小孩，我也不想要小孩，我有你就够了。你为什么不喜欢小孩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以后咱们避孕吧。他既然那么讨厌孩子，如果我怀孕了，估计他也不会开心。不过，跟他一直过二人世界也不错。小苏设计师，就你们2个人吗？对。要不我抽几个人帮你，你就教他们怎么量就行。不用麻烦了，我们自己来就行。不用客气，那我们先去会议室吧。好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要来的那个设计师跟咱们陆总关系可不一般哦。对，上次他在咱们公司晕倒，是陆总抱他进医院的。听说陆总有个神秘老婆，那个神秘老婆该不会是那个设计师吧？你们脑洞也太大了吧！我怎么没听说陆总有老婆？请，请。发错照片。他就是陆野现在的助理。你就是小苏设计师吧？你好呀，我叫赵琪，是我们陆总的临时助理。你今天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都可以跟我说。看来昨晚是我想多了，他这么落落大方的，应该不是绿茶。你好，今天周经理让我们来量尺寸，就不用你帮忙了。好的。37、60。哎，李姐，你老公给你发消息了。先工作吧。56。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也是来量尺寸的吗？陆总的衣服都是单独定制的，跟我们穿的不同。好吧，那陆总是来看小苏设计师的。老婆，中午一起吃饭呗。我中午和小文一起吃，你自己吃吧。我中午和小文一起吃，你自己吃吧。哦，周经理，你待会儿给小苏设计师和他助理安排一下午餐。好的，陆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招待好小苏设计师的。哦，我就是顺路经过，你们继续。好。小苏设计师，你跟我们陆总是不是认识呀？他竟然让周经理帮你准备午餐，有点太贴心了吧？之前我在你们公司晕倒了，
他把我送去了医院。哦，那个周经理，你不用帮我们准备午餐，我中午跟小文一起点外卖就可以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您就安心工作，我待会儿就把午餐给您送过来。陆野这个家伙是生怕底下员工不乱猜吗？请量完尺寸的同事一起走吧。来，小苏设计师，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我就特别点了咱们餐厅的招牌盒饭，打开看看。要是不爱吃的话，我再给你换。周经理，放心吧，我不挑食的。李姐，你没事吧？小苏设计师，你怎么了？李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胃有点不舒服。啊？这小苏设计师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胃不舒服，要不去给你买点胃药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你知道我们公司员工私下都是怎么讨论你跟陆总的吗？怎么说的？他们说陆总有个神秘老婆，说你就是陆总的神秘老婆。我来公司这么久了，竟然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八卦呢。张特助什么都没有跟你说吗？张哥只跟我讨论公事，从不会说陆总的私事。我真的很佩服张哥，他不仅工作能力出色，而且情商非常高。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像他那么优秀。张特助的确挺优秀的。小苏设计师，看来你对张哥并不陌生，想必你跟陆总的关系的确不一般。小苏设计师，你干我这么厉害，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难道我真的怀孕了？可陆也并不想要孩子。那个，麻烦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陆。麻烦了。不必客气。李姐，你没事吧？要是你还不舒服，我可以开车送你去医院。周经理，我没事，谢谢你给我们送的午餐，你先去吃饭吧。没事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李姐，现在就咱们2个人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我就吐了一下，你就觉得是怀孕啊？当然了，因为你有老公啊。你要是没结婚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这么想。我也怀疑是中招了，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没避孕。不避孕那就是想要孩子啊！太好了，生！如果要是个儿子的话，直接继承陆氏的家产。李姐，这可是你咸鱼翻身的大好机会啊，扎根豪门了。他不想要孩子。这为什么不想要孩子啊？他不行吗？不对，已经怀了。之前我骗他说我不孕不育，所以才没有避孕的。昨天晚上我们才探讨过孩子的事，他就是不喜欢。那他播的种，他不要也得要啊！生，必须生！我看了10几年的言情小说，这方面我有经验。你才20几岁，就看了10几年的言情小说？你小学就开始看了？哎呀，这都不是重点。我跟你说啊，李姐，你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就算陆也不要，你婆婆也得要。到时候陆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还不得乖乖当爹？喂，姐姐。喂，苏小黎怀孕了。什么？苏小黎怀孕了？对。如果苏小黎生下陆野的孩子，那陆野死后，财产就归他孩子了，您就分不到钱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啊，弟弟，你以为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我就会认输吗？行，我会拿走你的一切，让你知道谁才是老大。靠！走吧。哎，李姐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要去买个试纸，测试一下。那我陪你去。不用。哎，你老公来接你来了，快去吧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？主要是想跟你一起回家。你又不愿意来我公司一起上班，想跟你一起上下班都不行。走吧。走吧。妈，你得帮帮我，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必须得帮帮我。你不想看到你儿子我横尸街头吧？到时候别人怎么议论咱们陆家？陆谦，这里是你弟弟的家，你弟弟他们马上就回来了，你确定你还要赖着不走吗？妈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难不成他还能杀了我不成？哼！妈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我看他还能杀了我不成？妈，阿野，不是我把你哥哥喊来的，是他自己来的。妈，你和小李先回房。好，小李，我们先回房吧。卖公司的钱花完了。陆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直派人盯着我，还设局骗我的钱。你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流连赌场，你怎么还好意思怪到别人头上？哥，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些年如果不是靠着陆家长子的身份和陆家丰厚的底蕴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陆野，我承认你比我更会赚钱，但这并不是评判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。不靠赚钱的能力去衡量，难道靠做人卑鄙的程度来衡量吗？你还是觉得当年爸爸的失控是我做的？不是你做的还能是谁做的？你给爸爸下了药，让他情绪狂躁，倒没让我觉得意外。你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当时爸爸要掐死妈妈的时候，你竟然能心安理得躲在阴暗处观看。小龙，我要喝酒。你怎么又喝醉了？别喝了。是你，是你把酒藏起来了，我要杀了你！看你还敢不敢阻止我！住手！你放开我妈！住手！你放开我妈！妈，你没事吧？阿野，幸亏你来了，不然你爸他真的会掐死我。没事了。你爸他姐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就忽然变得非常的狂躁，就好像吃错药了一样。妈，陆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爸，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你怎么了？妈，爸没呼吸了，爸死了！好吧，陆野，你好狠的心！你为了抢夺家产，竟然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这就报警！陆谦，跟你弟他没有关系，你千万别报警，不能报警啊！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包庇他？他是杀人犯啊！妈，不能报警啊！他待会儿就杀了我们！我并没有躲在阴暗处，我当时在房间，我压根听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妈妈回房吗？你是妈妈亲手带大的，你居然为了设计陷害我，差点害死她！你道德沦丧，猪狗不如！我怕说这句话刺激到她。我说了，我没有这么做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。证据？你要是有证据的话，你会现在才拿出来？法医在爸的体内检查出了罕见的药，我调查过你，在你的车里也发现了同样的药物分子。你很聪明，这种药物不会致死，但会令人狂躁，所以就算我把证据提交给警方，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但它能让妈妈看清你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你没跟妈说吧？妈妈受不了刺激，所以我没有告诉她，但她早就猜到了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。陆谦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没错，当初那个局的确是我做的，谁叫老爸总想把股份转给你呢？他总跟我说什么我不如你，你更优秀之类的。我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那都是被他们给逼的。你没救了。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但你得给我安排个住处，不然我就露宿街头了。要是上了头条，丢的是咱们陆家的脸。
你觉得我的成功靠的是陆家吗？我之所以留你一条狗命，就是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你尽管在外面丢人现眼，你看我会不会收留你？陆野，别太过分，滚！别再出现在我妈面前，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让你等着！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该不会都听到了吧？我就是想听一听，你们会聊些什么。我是真的很后悔，就是因为我对你大哥的溺爱，导致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他不仅害死了你爸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妈，您别哭了，都过去了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他靠近你的。我妈睡了吗？妈难受，主要是因为觉得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小时候她更喜欢大哥，毕竟大哥是长子，是她亲手养大的。那，你不会因为你妈妈偏心而感到难受吗？说不难受是假的，但她偏心归偏心，她对我也挺好的，所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伤害她。所以，你坐牢是因为杀死了你爸爸？对，如果当时我不阻止我爸，那死的可能就是我妈了。小李，你是不是被吓着了？你爸爸是不是有酗酒的习惯？不然你哥也不会那么容易下手。但他和我大哥不一样，我爸虽然是混蛋，但是他很有能力，所以陆家才会留下这么深厚的底蕴。那你是继承了你爸爸的优点，你大哥继承了他的缺点。可以这么说吗？那你不想要小孩，是因为怕遗传到你爸爸的劣质基因？你还想要小孩吗？如果是遇到你之前有人这么问我，我会说结婚和小孩都不重要。可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的确很想要个我们的孩子，因为……那我们可以养个小猫或者小狗，当做我们的孩子。那如果我说我怀孕了呢？如果我说我怀孕了呢？老婆，你怀孕了？我是说如果……那我们就做好防御措施，这样就不会怀孕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可以去结扎。他宁愿养猫养狗，宁愿结扎，也不想要孩子。如果我现在真的怀孕了，这个消息对他绝对是晴天霹雳。啊，我先去洗澡，之后的事情再说吧。哦。喂，张警官，沈佳明招了吗？他承认是你大哥指使他去对付你，但是炸弹是他私自安排的，与你大哥无关。所以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在沈佳明。对，我明天会把你大哥喊来警局录口供，只要他不承认他让沈佳明杀害你，只是让沈佳明给你一点教训，那他就能免除责任。好，知道了。大哥，既然你不想吃牢里的苦，那就吃生活的苦吧。哎，小黎呢？他今天没吃早饭吗？夫人今天没吃，她说太早了不舒服，等去了公司再吃。哦，他今天这么早出门干什么？那你先下去吧。喂，老婆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，都没吃早饭？是不是胃不舒服？我之前请那么久的假，耽误太多时间了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得好好工作了。如果时间来不及，我可以把订单日期推迟啊。不要，我自己能行。好吧，那你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，别逞强。医生，你怀孕了，孩子打算要吗？我还没想好。你结婚了吗？那你老公知道这件事吗？是我老公，他不想要孩子。你现在刚怀孕，可以先考虑一下，但是不要拖太久，胎儿大了打太容易伤身体。
那我回去考虑一下。医生，我不喜欢小孩，但我老婆似乎很想要小孩。你为什么不喜欢小孩？因为我爸的基因，所以我不想有后代。孩子的性情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来改变的。我大哥就是被我妈一手抚养长大的，我妈对他很好，可是我大哥还是个十足的混蛋。我不想我的小孩生下来跟他一样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宁愿不生。你爱你老婆吗？你爱你老婆吗？我当然爱我老婆，不然我也不会来看心理医生。你意识到自己有问题，我全家都有问题。但是你挺优秀啊，万一孩子生出来像你呢？万一孩子像我大哥呢？那怎么办？那咱们就按最坏的一面想，如果孩子生出来像你爸或者像你大哥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很痛苦。那如果像你或者你老婆呢？那我肯定会很开心啊。如果像我老婆是最好的，那她肯定是又可爱又聪明。所以为了这个好的结果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可是如果是坏的结果，一定会影响我和我老婆的感觉。我不想让我平静的生活变得鸡飞狗跳。我理解你的顾虑，但是生孩子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既然你爱你老婆，你就应该尊重她的想法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工作日吗？陆总今天上午没来公司，所以我上午也没什么事，就过来看看你。杨哥，你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挺好。你在陆总身边工作感觉怎么样？陆总非常厉害，在他身边待着，时常觉得自己能力不够。跟我之前一样，熬过这段时间，工作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。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，争取不给你丢脸。喂，陆总去公司了。什么？陆总回公司了？好的，我马上回公司。杨哥，那我就先回公司了。去吧。这香味不对啊，这香味好像在哪儿闻过。这就是陆谦的车吗？这是大少爷最近常开的车。你好好查查，看能不能查到相关药物。好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还是香水。这瓶香水是他自用的，应该没毒。我知道香水没毒，就是觉得这味道还挺特别的。这种有钱人用的香水，可能是请调香师专门配置的，市面上买不到。刚才赵琦身上的香水味和我半年前在陆谦车子里闻到的香水味一样，难道赵琦认识陆谦？不，这赵琦一毕业就进公司跟我了，香水味可能是巧合。李姐，你怀孕的事儿跟陆总说了吗？昨天晚上都还没确定的事情，怎么告诉他？你怎么着急了？你绝对是怀孕了，小说都这么写的，女主一吐必定怀孕。确实是怀孕了，但是我还没想清楚怎么跟他说。说啊，现在就说。你不会是不好意思吧？我来帮你说。不是，我还没想清楚，等我想清楚我会告诉他的。这你考虑什么呀？你怀孕了，孩子是陆野的，这是既定的事实，考虑什么呢？他不想要孩子，他觉得他家基因不好。他不要孩子，那他以后的家产准备捐给国家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就算没有孩子，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过完这一生。那你都没跟他商量一下，你就决定听他的话不要这个孩子了？不是，孩子的事情我还是要跟他商量一下的，能留下这个孩子是最好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不想要孩子的男人呢。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，所以想法不同。好好工作吧，等我把样本做完，一起送到工厂去。好。苏小爷，我是陆谦，陆野的哥哥。陆野有个秘密一直没跟你说，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告诉你。今天中午我在绿茶餐厅等你。陆野有秘密？难道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？还是有什么别的难言之隐？
你好啊，碧玺。你在短信里说陆爷有个秘密，什么秘密？先坐。今天你来这件事，没跟陆野说吧？这个看完记得还我。陆野他其实一直都有精神病，这是我们陆家的一个秘密。只不过我现在跟他决裂了，所以我选择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你确定这份报告是真的？你若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问他。不过我觉得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。难怪陆野不愿意跟我生孩子，他说他不喜欢孩子，如果他没病，不可能这么坚定的不要孩子。我奉劝一句，有精神病还是不要生小孩的好，万一生出什么小精神病，可是会害人的。这跟你没关系。陆野他其实一直都有精神病，这是我们陆家的一个秘密。喂，周医生，我想打胎，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时间。怎么是你呢？不在医院好好待着，鬼鬼祟祟跑公司来干什么？老板，您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对啊，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，当然得早点回家了。哎，你到底来公司干什么？现在还没搞清楚赵琪跟陆谦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先不跟陆总讲。啊，我休息这么久，实在太想念公司了，所以趁着大家下班过来看看。你有病吧？啊，我让你休息，你就要好好休息啊！以后可没有这么久的假期了。哎，老板，您觉得赵琪怎么样？你想听实话吗？当然听实话。他只是暂时接替你的工作，很多重要的事情我都没有交给他做。虽然你说他能力不错，但是她是个未婚女士，我是个已婚男士，你以后可不能介绍这样的女同事给我了。老板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意识觉悟不够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走吧，送你回医院。坐。琪琪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我下班的时候发现有人跟踪我，难道你弟弟开始怀疑我了？不可能，咱们俩的关系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可能是我多心了吧，总感觉你弟弟对我有所保留，很多重要的事情也不让我经手，每天除了让我盯着你的动向，也没交给我其他事。我弟这个人生性多疑，就连张扬跟了他很多年才取得他的信任，他不信任你，这很正常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等苏小离打完胎之后，我找个机会把你弟弟杀了吗？可是这样的话，苏小离作为他的遗孀，也能继承他的遗产。那就把他一起杀了。好，只有这样，您才能拿回陆家的一切，以后我们才会有好日子过。琪琪，如果这个事我成功了，我到时候一定会娶你，让你成为风风光光的陆太太。老婆，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？谁啊？张扬。他说在医院待着无聊，所以偷偷摸摸跑去公司转了一圈，说想上班了。你说他可不可笑？他该不会是真的想工作了吧？所以我打算让他居家办公。那既然他想工作，那就尊重他的意愿。老婆，还有个事儿，其实今天我去看心理医生了。怎么了？
我不是一直心里接受不了我们有孩子吗？你又特别喜欢小孩，所以我就去看了心理医生。哎呀，只要你接受不了，我们就不要。我们俩在一起好好的不就行了？我有你就够了。你真的这么想的吗？因为你比孩子更重要。小黎说我比孩子重要，她能为了我而不生孩子，那我为什么不能为了她克服心理障碍呢？明天我就开始备孕。哎，我老婆呢？她又出门了。今天她吃早餐了吗？太太今天吃过早饭了，不过吃的不多。你知道备孕需要准备些什么吗？您跟太太准备要孩子了？虽然我不太喜欢，但是她喜欢孩子，所以我打算还是要一个。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。感情是需要2个人双向付出和经营的，等你们有了孩子，牵绊肯定会越来越深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我待会儿就让司机去买瓶叶酸，现在就可以吃起来了。除了叶酸，这期间还得加强锻炼，不能抽烟，也不能喝酒。对了，你让司机买了叶酸之后，给小黎也送去1瓶。这样他就会知道我在积极备孕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小文，苏小黎今天没来上班吗？哦，黎姐上午请假了，但是你放心，订单我们会按时完成。我今天来啊，是跟他说说陈曼的事。陈曼怎么了？陈曼之前不是被抓了吗？他找人欺负小黎，真是罪有应得，现在被判了半年。这个案底啊，将跟他一辈子。那个沈佳明呢？沈佳明犯的可不是小罪啊，就算不判死刑的话，没个10年8年也出不来了。混蛋！何总，门口有个人说是陆家司机，来给苏小黎送东西，快让他进来。我家太太呢？黎姐上午请假了，你是陆家司机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太太没跟家里说请假的事，不然也不会让我来给太太送东西。给我吧，等黎姐来公司了，我给她。他是小黎的助理，你可以把东西交给他。这是叶酸，1天1片，记得让我家太太吃哦。我先走了。叶酸，那不是备孕的吗？难道陆总想跟黎姐生孩子？完了，黎姐请假，不会是去打胎了吧？喂，琪琪，苏小黎已经进医院了，她约了今天上午的人流手术。好，等下我看能不能找机会杀了陆野。琪琪，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，只要这次成功，你就是永远的陆太太。好的。你老公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不想要孩子，所以我才来做这个手术。那既然他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他为什么要让你怀孕？现在你来做手术都不陪你一起来，你找的什么老公啊？哎呀，我老公很好的，是我没让他陪我来。你是恋爱脑，估计以后还有的打胎。医生，您误会了吧？好吧，字签好了就给我吧，去打麻药吧。好。陆总，您要的咖啡泡好了，放桌上吧。好的，陆总，这是今天新倒的咖啡豆，您可以尝尝口感怎么样？你先出去吧，我有事再喊你。好的。医生，我好像听到我手机铃声响了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黎姐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别告诉我你在医院。对啊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跟你老公，你们2个人是不是有毒啊？你跑去医院打胎，你老公让司机送叶酸来给你吃，人家想跟你备孕生孩子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老公想跟你生猴子。你还做不做手术了？医生，我不做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老公他要这个孩子。进。有事？陆总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说，是苏小姐不让我说的。你说小黎，她怎么了？上次苏小姐来我们公司量尺寸，我从同事口中得知她跟您的关系。午餐的时候，我在洗手间看到她干呕。她怎么会干呕？她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老婆怀孕了？苏小姐没跟您说吗？
难道孩子不是您的？不可能，苏小黎绝对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我马上打电话确认。陆总，您没事吧？曹云，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？要不等下的会议推迟，您先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陆总，您既然头晕，就好好休息一下。你干什么？陆总，您都已经虚弱成这样了，还这么凶巴巴的，可真吓人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苏小黎今天上午请假去打胎了。什么？打胎？对啊，你不想要孩子，所以他就去把孩子打掉了。他还真是讨好你呢，可惜你以后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给我下药了？对，其实你和你哥，我更喜欢你，可惜你有眼无珠，娶了苏小黎那个草包。所以你是陆谦的人？没错，如果不是陆总，我早就死了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虽然他在事业上一败涂地，但我有能力。等拿到陆氏集团以后，我会辅佐他。想要陆氏集团，就凭你们，下辈子吧。只要你今天死了，陆氏集团自然就是你大哥陆谦的了。就算我死了，也会是苏小黎的。她是我的合法妻子，我们没有签任何婚前协议。我既然有办法弄死你，自然也能弄死苏小黎。陆爷，看在你是陆总亲弟弟的份上，我给你个痛快！你没有中毒，你没有喝那杯咖啡。对，刚才我是装的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医院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老板，我可能犯错了。什么错？赵琪可能是你大哥的人。张扬是怎么看出我跟陆谦的关系的？是你的香水味出卖了。半年前，我让张扬去调查陆谦，发现他车上有种车载香水的味道特别独特。而你前几天去医院看望张扬，你的香水味和那个一模一样。竟然是因为这样。张扬本想私下调查清楚了再告诉我，但考虑到你现在在我身边，怕你对我动手，便提前告诉我。所以刚才那杯咖啡你喝了，我走了之后便吐了。没错，你是女人，我不会对你动手，但你谋杀我的事，我追究到底。陆总，你以为我们只有这一个计划吗？你不接电话啊？难道他在忙吗？我们的计划是，我这边杀了你，他在医院那边杀了苏小黎，你们俩一死，陆谦就能顺理成章的继承你所有财产。我老婆是不是在你手里？你怎么还没死？难道赵琪的计划失败了？你放了我老婆，我可以把赵琪还给你。你想的挺美啊！你有本事把赵琪杀了。你不要赵琪，那你要什么？既然咱们已经撕破脸皮，那我就直接点。你给我一笔钱，我以后再也不回国了。你要多少？至少得5个亿吧。你可真敢要啊！你不给，那我就拉着你老婆给我垫背。反正你肯定不会给我活了。陆谦，你冷静点。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
你让我跟小丽说句话。好，陆爷想跟你说话。老公，我们在胜利水产的废弃劳厂房，你别给他钱。个贱人，活腻了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陆谦，别动我老婆，我给你钱，你把账号发过来。啊，我现在就把账号发给你。我还要一架直升飞机，地址在你老婆说的这个位置。看到钱和直升机，我才会放你老婆。没想到我弟弟还是个恋爱脑呢，为了你竟然舍得花5个亿。陆谦，你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这么折腾陆家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没有折腾陆家，我爸他就是该死，我让他一下就死了，哼，没有让他受一点折磨，他应该还谢谢我呢。那你妈呢？你爸差点把你妈掐死。我不会做伤害我妈的事情，我知道我弟弟一定会去救她的，所以我妈妈是安全的。你错了，就像陆也没想到一拳就能打死你爸，谁也想不到你妈会不会真的被你爸一把掐死。你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，我从小被我妈精心抚养长大，我弟弟陆野是跟爷爷长大的。明明我妈那么努力的养育我，我也那么的努力，可偏偏我为什么就比不过他呢？亲戚们拿我们对比，说我不如我弟，我的同学们也嘲笑我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多么的努力，我就是比不过他。你懂我的这种感受吗？就因为比不过他，你就毁了他吗？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不是你的仇人。他就是我的仇人！我做这一切，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陆谦，我不比他陆也差，我比陆也很厉害。我是我妈带大的，我妈的教育方式没问题。你妈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待在她身边，就算你一事无成，她也不会嫌弃，这是她亲口说的。你闭嘴！我才不要一事无成。等我拿到5亿，我就出国，我创业，我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天下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儿子，你收手吧。妈，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妈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你弟弟他不欠你的。如果你非要说谁亏欠了你，那就是妈妈亏欠你了。妈妈给了你优越的生活，却没有给你安全感。妈，我不会伤害苏小黎的，我现在只等着陆野给我5亿，到时候我就出国，我创业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到时候我把你风风光光的接过来。妈，你清醒一点，儿子。成功从来都不是靠你赚了多少钱去衡量的。就算你去国外赚了很多的钱，可你在国内呢，你干的这些脏事，他能够干得过去吗？啊！不，妈，你要相信我啊！你觉得儿子我出国不会成功吗？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啊！你们，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陆谦，陆野，你涉嫌绑架、勒索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哥，你之前费尽心思把我送到监狱里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不过你没有我那么好运，能那么快出来。陆野，你干脆现在把我杀了吧。不，我不会杀了你。杀人犯法，你自有法律制裁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记告诉你，赵倩怀孕了。什么？不过在你决定放弃她之后，她已经去医院打胎了，现在估计孩子已经打掉了。不，妈，小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黎，对不起。
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大儿子，连累了你。妈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不要总把别人的错怪到自己身上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哎呀，听说你怀孕了，那孩子在我肚子里呢。本来以为陆也不想要孩子，所以我才打算把孩子打掉。傻孩子，你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这孩子怀在你的身上，不管陆野他想不想要，只要你想要，你就能把他生下来。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竟然没察觉到你怀孕了，才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老公，你不是都为了我改变想法了吗？谢谢你爱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昨天你大哥来找过我。他找你干什么？他给了我一份医学鉴定报告，是一家精神病院开具的，上面写着你有精神病。他这个混蛋，他才有病。我们全家最有病的就是他。他说这是你们家的秘密，再加上你那么肯定不要孩子，我还以为是因为有精神病，所以才不要孩子。我要是真的有精神病的话，那我干嘛还要结婚呢？那我就不是害你吗？老公，你没病真好。真是个小笨蛋。那如果我真的有精神病的话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？不会想着和我离婚吗？只要你不放弃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的。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2个字，你会是我一辈子的老婆。老婆，走吧。老公，你今天不是要去接待重要客户吗？你不用陪我去产检了，小文陪我去就行了。我可以陪你产检结束了，再去接待客户。老公，我现在还没生呢，你先以工作为主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好吧，那你有什么事要随时打给我。你放心。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哇，李姐，你能是路边摊吗？放心吧，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可以吃一点点。那可以吃，你为什么要偷偷出来吃？不敢告诉陆总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等你当上孕妇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那你少吃一点啊！要是被陆总发现了，我带你出来吃路边摊，他非得宰了我。你放心吧，今天晚上他要接待重要客户，不到10点他绝对回不来。是吗？好，你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路边摊好好吃，等会儿再买个冰淇淋。老婆，你不是说去产检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我老公吗？小文，你快掐我一下。陆总好。陆总，我们才刚刚坐下，就吃了2口，就2口，应该肯定不会影响到你孩子的健康。您别生气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小文，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是谁啊？坐，重要客户。你怎么能把重要客户带到这里来了？这不合适吧？老婆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能看到你的实时定位？哎呀，我忘了。我刚接到客户，准备回公司，就看到你的定位一直显示在路边，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，就赶紧带他们过来了。老公，我就是太想吃了，不过我就吃了一点点，我现在不吃了，你快带客户回去吧，我自己去产检。事情在哪里都可以谈，你要是想吃路边摊，我陪你一起吃，你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，但不能多吃啊。没想到他一点都不生气，还陪我一起吃，我老公真爱我。老公，等会儿能不能再买个冰淇淋啊？可以啊，待会儿可以买一根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不过，你看着我吃。啊！坚持住！陆他的用意啊！好痛！陆爷，你个王八蛋！早知道生孩子这么痛，我就不让我老婆生了。儿子，等孩子生出来了就好了啊。妈，生孩子怎么这么久？要不我进去看看？
你就别捣乱了。待会儿你进去啊，哭哭啼啼的，那孩子啊都不敢出来了。哎，医生，陆先生，恭喜您喜得千金，您太太和女儿母女平安。太好了，谢谢，小林，谢谢。我是王八蛋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生孩子是不是好痛啊？咱们以后都不生了。快给我看看我们女儿。这小东西还怪可爱的，不愧是你生的。老公，你说是不是有个小孩也挺好的？那是，也不看谁生的。这孩子长大以后啊，肯定跟你一样漂亮聪明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老婆，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打开看看。这不是我之前工作的那家服装公司吗？对啊，我把那家公司买了下来，现在送给你。你不是一直想开工作室吗？现在就有现成的了，你就不用那么累了。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，是不是花了很多钱？钱重要还是你开心重要？老婆，你现在开心吗？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开心。老婆，我也是。